人们熟知的台湾是阳光灿烂、科技昌盛的宝岛，然而在历史深处，这片土地也多次遭受天灾人祸的撕裂，从毁天灭地的地震、暴雨肆虐的台风，到夺走无数生命的瘟疫，每一次灾难都留下痛彻心扉的悲剧与浴火重生的故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顾台湾史上最强的10场灾难，了解那些刻骨铭心的教训与勇气。其中震撼全球的921大地震仅列第4，而排名第1的灾难更是席卷世界，造成5000万人罹难，宛如人类的末日。第10名，最惨车祸新店溪桥火烧车事故，64人罹难。民国37年5月28日午后，一列对号列车行经台北新店溪桥时，意外发生火灾。烈日下的铁轨上，第9节车厢突然窜出浓烟火光，短短几分钟内，熊熊火舌吞噬了整列火车的尾部，炙热黑烟伴随着乘客的尖叫哭喊，将宁静午后化作炼狱现场。慌乱中，有人被呛得几近窒息，有人不顾一切砸碎车窗跳桥逃生。然而桥下新店溪水流汹涌，不少跳河者最终葬身水底，未能幸免于难。列车长紧急制动，将车厢停在桥上，但火势迅速延烧。当司机试图窃离其火车厢时，分离机制却失灵卡死，导致包括着火车厢在内的4节车厢被困桥中央，无人能进一步施救，只能眼睁睁看着大火将他们全部吞没。最终这场悲剧共造成至少64人罹难，另外50余名乘客生死不明。这起事故成为台湾铁路史上最惨痛的火车意外，全岛哗然，许多人至今仍难以忘怀火烧车上那如地狱般的景象。事后调查显示，起火的元凶是一名乘客携带的危险易燃品。战后物资缺乏的年代，乘客携带煤油、汽油甚至爆竹上车的情况时有发生，而这一次的侥幸心理酿成无可挽回的大祸。经此教训，台湾铁路局痛定思痛，首次明文规定严禁旅客携带易燃易爆物上车，并设立检举奖金制度，鼓励民众举报违规情事。这项新规章是以血泪换来的铁律，也成为日后铁路安全管理的重要里程碑。虽然灾难带走了数十条宝贵生命，但让我们学会以更严谨的制度防范未然，确保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第9名，最惨矿难眉山煤矿爆炸，101人罹难。民国73年7月10日中午，位于台北县瑞芳镇9份山区的眉山煤矿突然传出震天巨响，矿井深处的压缩机房因坠落的岩块击中电缆，发生电线走火，火苗瞬间引燃周围的机油与木质支架，狭长坑道顿时成了火海。一时间，浓烟夹杂着一氧化碳疯狂窜入坑道深处。正在交接班的第一批出坑与第二批入坑的共123名矿工，霎时陷入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窒息之中。烈焰在地底燃烧，逃生出口被浓烟封堵，矿工们颤抖着匍匐在地，找寻一丝生机。可迎接他们的却是一波波有毒的热烟。许多人尝试带上随身的自救呼吸器，却惊恐地发现呼吸器根本无法正常运作，最终只能绝望地倒下。地面上的救援人员不眠不休地展开行动，连续27小时的抢救后，只成功救出22名奄奄一息的幸存者。然而，获救者中有半数因长时间吸入高浓度一氧化碳而成了植物人，再也无法说话行动。其余101名矿工永远长眠在黑暗坑道中，整个矿井仿佛化为人间炼狱。这起煤矿爆炸大火造成的死亡人数位居战后台湾矿难之首，震惊社会各界。人们无不为这些为生计拼命的矿工感到痛心。深入调查揭露了惨剧背后令人愤怒的真相。矿场管理层为了节省成本与图方便，将本应设置在坑外的空气压缩机违规安装在坑道内。老旧的抽风机早已失效却未更换，矿井安全检查更是流于形式。当火灾初起时，现场管理人员甚至一度隐瞒延误报警，错失最佳灭火时机。种种疏失与违规累积，终于酿成无可挽回的惨剧。血的代价终于换来政府的重视。灾后当局下令关闭全台多处高风险矿坑。事实上，1984年下半年，
台湾连续发生3起重大矿灾，半年内夺走将近300条人命。这一年也成为台湾100年采矿史的转捩点。随着能源政策调整，台湾从此加速淘汰落后又危险的煤矿产业，至2000年正式结束了100年的采煤历史。这段历史最终以鲜血划下句点。煤山矿难虽然令人悲痛，却唤醒了大众对劳工安全的重视，也让往后的产业发展更加注重生命的价值。第8名，最惨建筑倒塌，维冠金龙大楼倒塌，115人罹难。2016年2月6日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强震袭击了南台湾。深夜时分，大地摇晃，台南市永康区的维冠金龙社区大楼在剧烈摇晃中发出令人心惊的结构破裂声，随即整栋建筑像失去支撑般轰然倾倒。短短几秒内，这栋地上16层、地下5层的大楼化为一堆钢筋水泥残骸，原本温暖的住家瞬间成了冰冷的坟墓。震后黄尘滚滚，哀鸿遍野，幸存的住户在漆黑中哭喊着家人名字，消防和义消人员不眠不休地投入救援。整整12天的搜寻抢救，救援人员用双手挖遍瓦砾堆，不放弃任何生命迹象。最后确认共有115人在这起倒塌事故中不幸遇难，占该次美浓地震死亡人数的绝大多数。一时间，全台悲痛，许多人不禁发问：一栋造不到30年、号称现代结构设计的大楼，为何如此不堪一震？令人发指的真相随调查逐渐浮现，这栋大楼竟是典型的豆腐渣工程。建筑结构中填充了大量中空的沙拉油铁桶，以充当混凝土填料，承重梁柱，偷工减料，钢筋弯折处只有90度直角，而非标准的圆弧。大楼结构严重不符抗震规范，难以想象的偷工减料使得大楼强度大打折扣，在强震中几乎毫无抵抗力便告土崩瓦解。更令人痛心的是，肇事建商早已财产转移后关门落跑，营造公司负责人行踪成谜，受害者家属面对的是求偿无门的困境和摧心剖肝的悲痛。这场灾难在台湾社会引发对建筑安全的强烈关注，人们这才意识到，在追求经济利益的狂热下，有些不肖业者罔顾生命安全，将住户置于如此巨大的风险中。事故之后，政府紧急检讨建筑法规，并全面修订加强，要求结构工程更透明公开，施工品质需有第三方严格把关。全台也同步展开老旧建筑体检和补强计划，以防止类似的人祸重演。2年后，原址重建的新大楼取名为出云居，象征从废墟中重生。但对于那些在震灾中失去挚爱的家庭而言，失去的生命再也无法重来，重建的家园也无法抚平内心永远的伤痕。这起事件成为全民警惕的一课，房子可以重建，但偷工减料埋下的祸根可能夺走无数无辜生命，教训实在惨痛至极。第7名，最强空难，中华航空611号班机空中解体，225人罹难。2002年5月25日下午，原本晴朗的台湾海峡上空突然出现数个诡异的光点，随即消失在雷达荧幕上。这天，中华航空 CI611 号班机从桃园飞往香港，起飞后不久，爬升至约3万尺高空时，却突然与地面失去联系。短短数分钟内，飞机从雷达荧幕上神秘消失，连一声求救讯号都来不及发出。直到澎湖外海的渔民目击到天上坠下无数黑点和残骸，众人才惊觉一场空难发生。这架波音747巨型客机载着225条人命，竟在高空中四分五裂，机上乘客和机组员无一生还。广阔的海面上散落着残破机体和乘客遗物，现场景象令人肃然渲染。这起离奇的空中解体事故震惊了国内外的航空专家，究竟是恐怖攻击、结构故障，还是其他不可测因素？经过漫长而艰辛的残骸打捞与鉴定，黑盒子记录与金属疲劳分析，逐渐拼凑出悲剧的真相。这架飞机早在22年前就埋下了毁灭的种子。1980年，涉事班机在香港降落时，曾发生严重的尾部重着陆事故，导致机尾蒙皮出现裂痕。但维修人员当时未按照波音原厂的标准程序严格修补，只是草率以铆钉补片修缮，看似恢复如初的机体，
实则暗藏一道致命裂缝。经过漫长岁月的反复压力伸缩，这条微细裂缝逐步扩大，终于在飞行中突然裂开，使机尾与机身瞬间失衡分离，引发机体在高空中解体。一枚小小的铆钉，一段被忽视的裂痕，最终酿成了台湾航空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空难。一架庞大的飞机就这样如纸片般被撕碎沉入大海，让人不胜唏嘘。这起事件成为航空界的警示案例，也警醒了全球各大航空公司，在飞安问题上，任何微小的隐患都不容轻忽，一次偷工减料的维修都可能种下毁灭的祸根。事发后，中华航空对旗下飞机进行全面体检，航空主管单位也大幅强化飞机维修稽查制度。自此之后，台湾航空业在安全管理上投入更多资源与严谨态度，飞安记录有了显著改善。CI611 空难的教训惨痛无比，但愿每颗螺丝钉、每处细小裂缝都能被细心看待，别再让乘客将生命交托上天时换来无尽的遗憾。第6名，最强海啸1867年基隆大海啸，数百人丧生。清同治6年冬天，台湾北海岸经历了一场百年难遇的灭顶之灾。1867年12月18日下午，基隆外海突然传来隆隆巨响，大地微颤，一场规模约7级的强震悄然发生。不久，基隆港内的海水开始异常迅速地往外退去，港底泥沙和鱼虾壳类裸露出水面。不知情的居民看到退潮，还以为天赐良机，纷纷提着竹篓下海攫取搁浅的渔获。谁也没料到，这诡异的退潮正是毁灭的前奏。仅仅几分钟后，远处海平线忽然出现一道白色巨墙，朝岸边急冲而来，高达7、8米的巨浪带着雷霆万钧之势，狠狠扑向毫无防备的海岸。狂怒的海啸像猛兽般吞噬沿岸街道，坚固的房屋犹如纸盒，瞬间被冲垮。港区的船只被巨浪抛上岸又卷走，整排市集与民宅顷刻间化作断垣残壁。巨浪所到之处，人畜庄稼无一幸免，许多来不及逃生的居民当场被巨水卷走埋没。在这场灭顶巨灾中，基隆及邻近金包里（今新北市金山区）、瑞芳、万里一带的沿海村镇遭到毁灭性打击，原本700多户的人家仅剩下16户幸存，罹难与失踪人数粗估达数百人之多。一夜之间，繁忙的基隆港成了死寂的鬼港，港湾上空弥漫着咸湿的气息与绝望的哭喊。幸存者回望家园，只剩残骸漂浮，无不肝肠寸断。那个年代的台湾先民对于海啸毫无概念，甚至不明白为何大海会突然发怒。这场海啸后，民间留下许多传说，有人说是海龙王发威，要夺走供奉不足的人命，也有人在夜深人静时声称听见海上传来冤魂的哭泣。然而，随着现代科学知识的传播，人们才知道这是海底地震引发的强大风暴潮海啸。如今台湾已建立起完善的海啸预警系统，一旦外海发生大地震，沿岸警报将及时拉响，居民也受过疏散演练，不致再像当年那样束手无策。但即便如此，每当地震过后海水异常退去时，人们心中仍不免泛起恐惧的阴影。基隆大海啸用残酷的方式提醒了我们，大自然蕴藏的威力远超人类想象，在巨浪面前，生命显得如此渺小。我们只能心怀敬畏，努力加强防灾意识，期盼未来不要再重演这海啸噩梦的一幕。第5名，最惨台风莫拉克台风88风灾，669人罹难。2009年8月8日，本该是阖家庆祝父亲节的欢乐日子，台湾南部却迎来史上最黑暗的黎明。一场名为莫拉克的超强台风从太平洋扑向台湾，为南台湾带来接连不断的惊涛骤雨。短短数日内，莫拉克台风在中南部山区倾泻了将近3000毫米的雨量，这相当于平常一整年的降雨集中在几天内倾盆而下。山洪爆发，溪水暴涨，屏东、高雄、嘉义、台东等地无数村镇被洪水围困，原本翠绿的山峦变成滚滚红色泥流，沿途夷平房舍桥梁，道路中断，电力通信全失，整个南台湾陷入水深火热的危急中。在这场风灾中，
最令人心碎的悲剧发生在高雄甲仙乡的小林村。8月9日凌晨，接连豪雨引发的特大土石流从山谷倾泻而下，顷刻间将整座小林村吞噬埋没。睡梦中的村民几乎无一幸免，整个村落460多人在瞬息之间被大地吞噬，再也没有醒来。天亮后，外界发现小林村原址已成一片泥泞平地，曾经的人烟和农田不复存在，仿佛这个村庄从未出现在地球上。救援人员驻足在巨大山体滑动痕迹前，不禁悲从中来。他们眼前没有伤者，因为全村人都被活埋在厚达数十公尺的土石之下，再也无法救出。莫拉克风灾肆虐期间，台湾各地累计有669人丧生，是半世纪以来伤亡最惨重的台风之一，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0亿元新台币。灾情之惨重超出当局预期，初期救灾行动因资讯不明与调度不及而显得迟缓，社会舆论强烈抨击政府反应不力，时任行政院长刘兆玄因此引咎请辞下台。悲痛与愤怒之余，全台人民也展现了空前的团结互助，各地志愿者、民间团体与国际救援力量纷纷投入南台湾的灾后重建。美军直升机协助运送物资，红十字会与各国志工赶赴灾区协助搭建临时家园，一股股暖流支撑着幸存者走出阴霾。经历莫拉克风灾后，台湾痛定思痛，全面强化风灾的预警与应变措施。政府建立更完善的土石流监测系统，扩充各县市山区的雨量及时监控，一旦雨势超标，立即预警撤离。空勤与国军直升机救援队伍也扩编整训，确保在道路中断时能及时空投物资与撤离灾民。此外，政府加速检讨山坡地开发政策，严格限制危险地区的居民迁入，并对高风险部落展开迁村或兴建防护工程。这场浩劫以无数生命换来沈痛教训，再次警醒我们，人定胜天并非绝对。在肆虐的大自然前，科技或许可以重建家园，却无法挽回逝去的生命。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平时做好万全的准备，减少灾害发生时的伤害，并永远记取那暗黑父亲节的血泪教训。第4名，二战后最强地震921大地震，2415人罹难。1999年9月21日凌晨1点47分，正在熟睡的台湾人被一阵恐怖的剧烈摇晃惊醒。南投及集镇的地下深处突然释放出巨大能量，一场规模7.3的浅层强震以排山倒海之势撼动了整个台湾岛，大地持续震颤长达102秒，黑夜里传出房屋崩塌的巨响和人们惊慌的尖叫。一时间，山区出现大规模土石滑落，城镇里电杆倾倒，火花四溅，电话电力全面中断，整个台湾陷入混乱与恐惧之中。天亮后，眼前景象触目惊心，原本平整的道路出现巨大的断裂裂缝，柏油路面像波浪般拱起翻折，一栋栋民房变成断垣残壁，高耸的大楼倾斜倒塌，云雾中的山坡插着折断的桥梁和变形的铁轨，不少城镇犹如经历战火洗礼，最严重的南投、台中等地，处处可见走避不及的居民被埋在瓦砾堆下，亲人幸存者在废墟旁撕心裂肺的哭喊。一夜之间，台湾仿佛经历了一场毁灭性的浩劫。这场震灾共造成2400多人罹难，约5万栋建筑物全倒或半倒，超过10万人无家可归，是台湾近代史上伤亡最惨重的天然灾害。地震发生后，全台湾上下立即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救援行动，各地的警消人员、国军官兵、民间义工星夜赶赴灾区，以双手刨开瓦砾救人。邻近国家和国际组织也纷纷伸出援手，来自世界各地的救难队携带搜救犬和先进仪器参与救灾，展现人道精神的光辉。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抢救中，无数感人的故事在废墟中上演，有师生互相扶持等待救援的温馨，有母亲用身躯护住幼子的伟大母爱，也有伤者坚强熬过数日终于获救的奇迹。全台人民在灾难中空前团结，素不相识的人们彼此援助，募款物资从四面八方源源不绝涌向灾区，让无助的灾民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灾后重建的漫长道路上，台湾展现了坚毅不拔的韧性，
在国际友人的协助下，政府迅速成立921赈灾重建委员会，规划异地建校、永久屋兴建以及经济扶持等一系列重建措施。经历多年的努力，受创的家园逐渐恢复生机，废墟上矗立起一座座新校舍与新社区。然而，这场巨震带给台湾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创痛，更是一堂刻骨铭心的防灾教育。为了铭记教训，政府将每年的9月21日定为国家防灾日，全国各地在上午9点21分同步举行地震演练，提高民众防震意识。同时，建筑法规大幅修订强化，旧有建筑物加紧进行补强工程，新建筑则必须符合更严格的抗震标准。人们也开始准备紧急避难包，学习正确的避震姿势与逃生路线。921大地震给台湾留下永不磨灭的集体记忆，许多人至今难忘那一夜漫长的摇晃和黑暗中无助的哭喊声。但正是因为这段痛苦经历，台湾社会对自然的威力有了更深的敬畏与谦卑。我们学会与其事后哀悼，不如事前备灾；与其畏惧灾难，不如化悲痛为力量，打造更安全的环境。921震后，台湾这座饱经沧桑的岛屿从废墟中浴火重生，更坚强地站立在地震带上，持续守护着这片土地上的人民。那一夜的伤痛虽无法抹去，却让我们懂得珍惜当下，团结互助，也让台湾在面对未来未知的灾难时有了更足的勇气与准备。第3名，最强水灾湖内袭港风暴潮，约3000人罹难。清道光25年夏天，台湾西南沿海发生了一场令当时居民终生难忘的大水灾。1845年农历6月初7黄昏时分，一股强台风夹带着罕见的风暴潮从毫无遮蔽的台湾海峡西南方疯狂灌入陆地。台风带来的暴雨恰逢涨潮，海水在狂风吹袭下倒灌内陆，沿海河川来不及宣泄也一并溃堤泛滥。短短几个时辰内，昔日繁衍生息的村庄变成一片汪洋大海。当晚子夜开始到翌日凌晨，从今天云林口湖乡到台南北门一带的低洼沿海地区，有9个大小村落在一夜之间被汹涌洪水完全吞没。这场巨灾发生在夜间，许多村民在睡梦中尚未反应过来，便被滚滚洪流卷走。洪水所到之处，房舍尽毁，田园被淤泥覆盖，成千上万的家畜惨死漂浮。天亮后，幸存者眼前的景象宛如末日，原本绿野稻田变成一片泽国，村庄只剩屋顶树梢，偶尔露出水面，处处传来寻亲的哭号与哀鸣。官方清点灾情时，发现死亡人数保守估计达3000人，而民间流传的罹难数字甚至高达7000之巨，这还不包括无法确认的失踪人口。一场风暴潮就在短短几小时内夺走数以千计的性命，为台湾开发时写下最黑暗的一页。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洪灾过后，沿海地区环境恶化，死去的人畜无法及时掩埋，炎热天气下尸体腐败，瘟疫随之蔓延，霍乱和疟疾在灾区迅速扩散，又夺走数千条宝贵生命，使得原已破碎的社会更加元气大伤。幸存下来的居民背井离乡，四散他处谋生，许多昔日的聚落就此荒废，再也无法重建。面对如此惨痛的集体伤痕，幸存的乡民们为抚慰罹难者的在天之灵，在灾后于口湖地区建立了一座万善爷庙，安奉这次洪水灾难中的无主孤魂。他们每年农历6月初8举行名为千水状的独特祭典，由村民合力将象征溺水亡魂的神教抬出海面，再慢慢迎回岸上，象征引渡那些溺毙者的灵魂上岸安息。100余年来，香烟缭绕的祭典年年举行，提醒着后代子孙勿忘那夜被海水洗劫的惨剧。在今天，湖内沿海的水域早已风平浪静，重现渔舟唱晚，但每当人们看到万善爷庙前高挂的牌匾和千水祭典的场景，依然能感受到历史深处传来的阵阵悲鸣。这场风暴潮留下的不仅是民间传说和习俗，更是一份对自然无情的敬畏与警示。我们终究无法抗拒天威，只能谨记过往，以更谦卑的态度与自然共处。第2名，最强地震。1935年新竹台中大地震，3276人罹难。昭和10年4月21日清晨，台湾中部居民还在酣睡，
忽然被大地一声轰鸣惊醒，伴随着沉闷的巨响，大地开始上下翻动，房屋剧烈摇晃，瓦片砖墙不断坠落破碎，空气中弥漫着尘土和惊恐的喊声。这场发生于清晨6点许的强震震央在新竹苗栗交界，瑞士规模约 7.1 级，是当时有记录以来台湾最强烈的地震。强震造成新竹、台中一带房舍大面积倒塌，地裂山崩，灾情惨不忍睹。在震源附近的新竹市区，老街的砖造房屋几乎全数倒塌，繁华街道转眼成为瓦砾场。一些正在市场摆摊的商贩和买菜的妇人被突如其来的坍塌掩埋，不少人连反应时间都没有就此长眠。台中市区的受灾程度也极为严重，多座学校、庙宇与洋楼倒塌，许多市民被压埋在自家床榻之上。乡间地区同样灾情惨重，苗栗三义一带发生大规模山崩，土石摧毁了山脚的村庄，有的地方土地出现数公尺宽的裂缝，整排房舍陷落地底不见，铁路路基扭曲隆起，火车被迫紧急停驶。地震激起的尘埃在半空中盘旋许久未散，宛如笼罩着中台湾大地的一层灰色悲伤。根据官方统计，这场强震共造成3276人罹难，上百人失踪，负伤者更难以计数。全台倒塌房屋18000余栋，严重受损将近4万栋，大半个台湾中部几乎化为焦土。由于震后余震不断，惊魂未定的居民不敢再进入屋内，在余震间隙匆忙用木板、竹子和布料搭建临时避难棚栖身，许多人整夜彻夜难眠，生怕稍有不慎再被垮塌屋宇夺去性命。当时正值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立即调动日本驻军和警察投入救灾，同时向全台发布动员令，医护人员和物资从各地调集支援中部灾区，伤患被紧急送往台中、新竹等地的医院救治，学校、庙宇被征用为临时收容所，安置无家可归的灾民。尽管那时物质条件有限，但社会各界仍尽最大努力救助受难同胞。值得庆幸的是，这场巨大灾难也推动了台湾防灾体制的开端。震灾发生后，台湾总督府成立了震灾地复兴委员会，这是台湾历史上第一个官方主导的防灾重建组织。他们负责协调赈灾、重建家园，并着手研讨防震对策。震后次年，当局在全台开始设置地震观测站，加强地质调查与地震记录，为未来的防震工程提供科学依据。同时，政府参考日本本土经验，引入较严格的建筑耐震设计标准，用于公共建筑及重要设施，以减少未来强震的伤害。可以说，1935年新竹台中大地震虽然带来巨大伤亡，却也成为台湾近代防震科技与防灾意识现代化的起点。这场悲剧提醒了世人，大自然的威力不容轻忽，但只要汲取教训，改进技术，我们便能在下一次灾难来临时更好地保护生命财产。第一名，最惨瘟疫。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约 4.5 万人罹难。第一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之际，一场比战争更加可怕的无形杀手正悄悄逼近全球。1918年春夏之交，在欧洲肆虐的西班牙流感随着往来船舶传入了远东的台湾岛。当年6月初，基隆港出现了台湾第一批流感病例，几名刚从南洋返回的劳工高烧不退，浑身无力，没过几天便相继离世。起初医界对此莫名其妙的新型疾病束手无策，只当作普通伤寒医治。然而短短数周内，类似的高热重症在台湾各地如野火般迅速蔓延开来，患者从基隆、台北一路遍及南北城乡，不分汉人、日本人或原住民，无数人相继倒下。一场前所未见的瘟疫风暴就这样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席卷全岛。西班牙流感的传播速度与致命程度令当时的人们感到恐惧。仅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全台感染人数高达93万，大约相当于当时全岛人口的1/4。更可怕的是，这种流感对年轻力壮的青壮年特别致命。许多15岁到35岁的年轻人，前一天还在田里劳作或工厂上班，隔天突然高烧咳血倒下，短短几小时内皮肤发干、
肺部大出血而亡，与传统认知中年老体弱者易病亡截然不同。这次流感专挑壮年人下手，导致社会中堪称支柱的一批劳动力和青年精英大量丧生。一时间，台湾街头弥漫着恐慌和悲伤的气息，学校停课，商店歇业，许多村落白天见不到年轻男子的身影，他们不是病倒在床，便是在埋葬亲友的路上。那时正值日治时期，面对如此严峻的疫情，台湾总督府最初的防疫措施相当有限。由于当时对流感病毒所知甚少，医疗体系没有有效的疫苗或特效药，只能采取隔离、戴口罩等基本手段控制传播。各地医院人满为患，药房的退烧药和解热剂被抢购一空，甚至连棉布都因制作口罩的需求而供不应求。民间开始流传各种土法防疫偏方，有的人佩戴大蒜、艾草出门驱邪避瘟，有的人喝盐水漱口盼能杀菌。在科学乏力的情况下，人们转而向神明祈求庇护，城隍庙纷纷出巡绕境，妈祖神像抬出庙宇巡视乡里，希望透过宗教仪式为地方驱赶瘟神。即便如此，疫情仍未有丝毫缓解迹象，反而一波接一波袭来。第一波流感在1918年夏秋间造成超过25000人死亡，隔年冬天第二波疫情卷土重来，又带走了2万多人。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台湾因这场大流感大约死亡了45000人，超越了台湾参加一战的军民伤亡总和。全球范围内，西班牙流感更是造成至少5000万人丧命，是人类历史上致命性仅次于14世纪黑死病的瘟疫，堪称人类的一次末日劫难。这场浩劫过后，台湾的社会结构和公共卫生观念发生了深远的改变。痛定思痛，总督府开始建立起更完善的防疫体系，强化了对传染病的监测和通报。医学专家们也从西班牙流感中汲取经验教训，逐步认识到口罩、隔离、禁止大型集会等措施对控制疫情的重要性。曾几何时，人们嘲笑那些戴着纱布口罩满街跑的人是胆小鬼，而经过这场劫难，戴口罩在民众心中不再只是日本人新奇的卫生习惯，而成了保护自己与他人的必要举措。此外，殖民政府加强推广西式卫生知识，鼓励民众勤洗手、多通风。传统观念中瘟疫是鬼神降祸的迷信逐渐被科学理性的防疫观念取代。可以说，西班牙流感为台湾开启了现代公共卫生的篇章。之后数十年在防疫方面的进步，都与当年惨痛的教训息息相关。让人不寒而栗的是，人类终究未能完全战胜病毒。2019年底，新型冠状病毒的阴影再度笼罩全球，仿佛在100年后重演了另一场瘟疫危机。我们再度动用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等100年前就明白的武器来对抗看不见的敌人。历史仿佛在轮回中提醒着我们，人类从未真正打败过病毒，我们所争取到的不过是相对和平共处的一段喘息时间而已。西班牙流感留下的惨痛记忆不应被遗忘，它警示着后世唯有敬畏自然法则，谨慎面对每一次流行病挑战，才能避免重蹈历史覆辙。当我们回顾这场100多年前的瘟疫浩劫，不仅是在追思逝去的生命，更是在提醒自己对抗疫病永远不能松懈。因为稍一大意，下一次的人类末日或许就会降临。结语：从火车夺命的悲鸣到矿井深处的哀号，从地震废墟间的呼救到瘟疫阴影下的呻吟，这10场台湾史上的大灾难记录了无数生命的消逝与重生的勇气。每一次灾难来临时，人们承受着刻骨铭心的痛楚，每一次灾难过后，幸存者又在废墟之上坚强地站立重建。回顾这些历史，我们既为逝者哀悼，也为人性的坚韧与大爱深深感动。灾难教会了台湾人民更深刻地敬畏自然，珍惜生命。正因为尝过大地震撼、海啸吞噬的恐惧，经历过风雨无情和疫病肆虐的苦难，我们才更懂得未雨绸缪和守望相助的重要。如今的台湾已建立起较完善的防灾体系，地震、台风、疾病来袭时有制度化的应对措施，但我们仍需时刻保持警惕，不可因一时平顺而遗忘历史的教训。灾难或许无法完全避免，但可以透过准备将伤害降到最低。让我们记住那些在灾难中逝去的灵魂，
记住先人以血泪换来的经验，将对生命的尊重与对大自然的敬畏一代代传承下去。因为记住灾难，才能敬畏生命，敬畏生命，才能更好地创造未来。希望这片土地未来少一些天灾人祸，多一份平安幸福。但即便命运再度挑战我们，只要团结与爱，在台湾这片宝岛就永远不会被击倒。在一次次浴火重生中，我们学会了坚韧与勇敢，这正是灾难留给我们最宝贵的智慧与力量。